尽管我们一直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胆敢有人对我们使用了核武器，不管你是战术性核武器还是战略性武器，那么我们必定会把它定为核大战。那么中国的战略核力量必然会展开反击，那就是核大战的开始。美国现在要恢复过去的做法，用战术型的飞机来携带战术核炸弹对敌方目标发动核袭击，它意欲何为？据《简氏防务周刊》网站10月6日报道，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A 隐形战斗机最近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核试飞。在这次试飞中呢，它投掷了名为 B61-12 联合测试组件的一个测试弹。那么一旦这个测试完成，就会为该型战斗机携带战术核炸弹铺平道路。那么此次由 F-35A 所空投的 B61 核炸弹呢，是美国持久核武库中数量最多的核弹，而 B61-12 是波音公司在2010年的时候对 B61 改进的结果。据报道呢， B61 有4种不同的可选当量，根据不同的爆炸当量，它分为中型、小型和超小型。那么不管它携带什么样的爆炸当量的核弹，那么一旦由 F-35 这款隐身战机所携带，就大大提升了它的隐身突防和对地面目标发动核打击的能力，从而让它在战略核讹诈的方面呢提升了一个档次。我们知道过去的美国的核战略呢是逐步升级的核战略，尤其是在对付苏联的时候，它往往会采用这么一个策略，逐步的使核攻击的爆炸当量越来越大。先是用战术核武器攻击敌方的地面目标，如果战争规模扩大了，它就会用战略核武器对敌方的战役纵深甚至是战略目标发动强有力的核打击。为此呢，美国开发出了一系列的战术核武器，包括核地雷、核炮弹，甚至呢核空导弹。也就是在空战过程中，如果碰上对方的机群，它不管3721发射一枚核导弹，打过去以后通过核爆炸让这个机群全部毁灭。当然对付海上的目标，它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战术核攻击的方案。但是随着技术发展，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逐步的取消了这么一种战略核打击的方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这些战术型的核武器数量多、种类多，保管存放非常困难。很多的库房，如果你既存放普通的炸弹，也存放核炸弹，那么一旦这个弹药库发生爆炸，你里面放置的核地雷、核炮弹、核导弹，当然这是战术核导弹，就会连带的发生爆炸，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那么即使你单独存放，也要为他们建专门的库房。何况由于这些战术核武器的数量种类非常多，一旦配发给部队，难免会发生丢失的情况。那么一旦这些战术核武器丢失了，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再加上大部分的战术核武器射程都比较近，比如说核炮弹，当时的大口径的火炮射程也不过就是20-30公里。那么在20-30公里外爆炸一颗核弹，对自己也会造成连带性的损伤。思来想去，相当的不合算。何况存放这些核弹药需要有大量的士兵保卫，要花费巨额的保密费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对美军来讲，对苏军来讲都是不合算的。因此从使用和保存这个角度讲呢，生产大量的战术型核武器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此他们逐步的就把这些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研发的战术核武器淘汰了、销毁了。但是美军一直保留了 B61 核炸弹，并且呢几十年来一直在对它进行不断的改进改型，以适合不同的平台携带。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过去的一些能够搭载战术核武器的这些平台，包括战斗机甚至是舰载战斗机，都已经淘汰完了。美军现在又翻回来，要用最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 F-35 来携带战术核武器对敌国发动核打击。这样的一个新情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因为 F-35 是一款隐身战机，
它的突防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尽管没有战略轰炸机飞得那么远，但是一旦双方发生武装冲突，它用这款隐身战机携带的核炸弹对对方的目标发动打击，那么后果就会非常严重。以前 B61多半是由战略轰炸机来携带，比如说 B2隐身战略轰炸机，或者是 B52战略轰炸机来携带。现在他把这个东西扩散了，战术飞机也能携带 B61了，那么它带来的后果会非常严重。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无论是中国、美国、俄罗斯都有核武器，一旦美军使用 F-35隐身战机携带核炸弹，对我们的领土领海的某些目标发动核袭击，我们应该怎么应付？尽管它的当量可能不大，几千吨、1万吨这个 TNT， 但是后果非常严重。那么中国几十年来我们发展没发展战术核武器呢？当然这个是保密的，但是我们有一条原则，不管我们有没有战术核武器，但是我们肯定有战略核武器，而且我们一直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我们也不怕，尽管我们一直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当敢有人对我们使用了核武器，不管你是战术性核武器还是战略性武器，那么我们必定会把它定为核大战。那么中国的战略核力量必然会展开反击，那就是核大战的开始。因此美国现在企图通过战术核武器这种方式，采取逐步升级的办法来挑起核战争，这个设想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们奉劝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某些人物，在战术核武器的发展和使用方面必须有所限制，否则后果会非常严重。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